大家好，今天来读一篇文章，谁是中国改朝换代史的主演？作者易中天。在中国，想做皇帝的人大概不少。李逵所谓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朝哥哥做个大宋皇帝，宋江哥哥做个小宋皇帝，云云，便是这种念头直白的表露。从古到今，舞台上、电视里，皇帝戏久演不衰，则是这种心理曲折的表现。然而，真正做成皇帝的却不多。有的人眼看做成了，却发现只是一场梦，如王莽、袁世凯；也有人不曾想过，却又居然做成了的，如溥仪。这些都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本文要说的是那些本无继位资格，却一心想做，而且又做成了皇帝的人，即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。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，除嬴政兄这位始皇帝外，其他的人都是把别人的江山据为自家所有者。所用的手段无非两种：一，篡，说的好听一点是禅让；二是夺，也就是明火执仗的用武力去夺取。有力量可以篡的是军阀，如隋文帝杨坚、宋太祖赵匡胤，这些人兵权在手，众望所归，对手又多半是些孤儿寡妇，如北周静帝8岁，后周恭帝7岁，问鼎自然易如反掌。有胆量敢于夺的，则是流氓，如汉高祖刘邦、明太祖朱元璋。这些人反正本来就一无所有，如果忽然一下子居然有了皇帝可当，自然绝不肯放过这一机会，必得把脑袋放到轮盘上去赌他一赌。一个人如果既是军阀又是流氓，时机运气又好，那么他的篡位夺权便十有八九会要成功，如南北朝时的宋武帝刘裕即是。这位老兄当过农夫、樵夫、渔夫和小贩，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，皆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魁绑在马桩上逼索赌债。后来从军，因屡积战功而扶摇直上，到东晋末年已是全军统帅，他的成功最是理所当然。像宋武帝刘裕这样流氓兼军阀的开国皇帝还很有一些，如五代时的后梁太祖朱温，壮年时不事生产，以雄勇自负，里人多厌之，大约是个地痞。他的党徒如张慎思、葛从周等，也都是些无赖。又如后周太祖国威，少年时曾在街上寻衅闹事，上党氏的一屠夫体壮如牛，人人畏之如虎，国威却偏要去找他的茬子。国威借着酒醉，命屠夫割肉，稍不如意便大声斥责。屠夫怒起，挺着肚子对国威说：“你他妈的还敢杀了老子不成？”国威便果真一刀刺进他的肚皮。如此敢作敢为，当然也敢去夺皇帝的宝座。不过此公当了皇帝后，倒还是个不坏的皇帝，做了不少好事，这是后话。其实由豪族军阀而皇帝者，其中不少也都多少有些流氓品性。比如唐高祖李渊起兵焚晋时，就公然把儿子扔下不管，结果长子建成、三子元吉逃得性命，幼子智云则被隋朝所杀。这种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魄力，便兼豪雄与流氓而有之了。又如魏武帝曹操，史书上说他少机警，有权术，而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，说不定原本就是一个流氓或准流氓。所谓为的开国皇帝曹丕，填起履历表来，虽然也算高干子弟，其实血统中是很有些流氓因子的。唯其如此，这位老兄参加朋友葬礼时，才不至到此而学驴叫。
魏的2个对头蜀与吴，其创始人也是流氓。刘备原本是个卖草鞋的，因为好结交豪侠，年少征赋之，他终于得到中山大贾的资助，这才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事业。吴的孙坚则是流氓团伙头子，专一收罗好事少年，接福待养，有若子弟焉。有这些人随军征伐，孙坚才得以由下级军官一跃而为诸侯。正因为魏蜀吴3国的老爷子都是这种角色，这一历史时期才端的是好戏连台。如此这般的数下来，则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话剧，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和主演的。这里说的流氓，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，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。流氓之所以能冲此大任，其原因又有以下几点：要他们老老实实的种田做工，靠诚实劳动致富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。他们最喜欢的是巧取豪夺，打家劫舍，吃大户，发横财，不用生产劳动便能富甲天下，不用寒窗苦读便能出人头地。所以流氓大多是赌，而夺人江山则正是一场豪赌。一旦成为赢家，便是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。即便赌输，反正原来身无分文，也不算赔本，哪怕掉了脑袋，也毕竟风光过一阵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西汉9年，汉高祖置酒未央宫，大宴群臣。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，倒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二哥有用。请老爸看看，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，还是二哥的多呢？话音一落，殿上群臣皆呼万岁，大笑为乐。刘邦的这番话，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得意满。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，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，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。陈平是浪人，樊哙是狗徒，周勃是吹鼓手，灌婴是布贩子，娄敬是车夫，彭越是草寇，张良、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，实则本人已是流氓，自然心态与刘邦同。第二，凡流氓均少私有观念，因为他们除自己100多斤肉外，并无多少私产，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公有。在中国，但凡公有者，差不多也就是人人有份，可以白吃白喝，白拿白用，不必心切手软的意思。所以公费吃喝屡禁不止，公费旅游人人向往，公费医疗开支越来越大，公家的小车用起来比自家的自行车还便当。天下既然是公有的，那么和尚摸得，我摸不得。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，要把他下油锅。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，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，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，当然是谁的本事大，跑得快，谁就得到它了。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，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呢，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？结果星星惜星星，流氓惜流氓，刘邦便把蒯通放了。第三，凡流氓均胆大妄为，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，自然无私也就无畏。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，生的快乐既未尝过，死的苦痛也不恐怖，也就最肯冒险，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。
所以只有他们才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自己爬到马背上去。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阶层，或有二步薄田，一间茅舍，或有万官家私，世代宦路，便割舍不下，绝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侯，败则寇的风险事业。所以农民当不了皇帝，商人也当不了皇帝。商人中最敢政治投机的是吕不韦，但他的办法也不过是用小老婆做赌注，希望自己的私生子能登大宝而已。第四，凡流氓均最少束缚，他们对于忠孝仁爱、礼义廉耻、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根本就不当回事，他们最讨厌礼教，最看不起儒生。刘邦一见到儒生的帽子，便要拿来当尿壶用，与人说话动不动就破口大骂。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讲礼义，没有廉耻，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也就没有羁绊，可以为所欲为，翻脸不认人，或者立马将冷脸变作笑脸。当年韩信攻下齐国，扬言要做假齐王。刘邦被困荥阳，正等着韩信发兵来救，所以一听韩信的话，便破口大骂他妈的。张良和陈平知道这时不可得罪韩信，就用脚去踢刘邦。刘邦醒悟，接着又骂他妈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做齐王就做真的，做什么假王？这种变脸的本事，是非流氓所不可能有的。所以当项羽俘虏了刘邦的老爸，军前相见，要把老头子下油锅，以此来要挟刘邦时，刘邦就不但不为所动，反倒嬉皮笑脸地说：咱俩本是哥们儿，我爸就是你爸，哥们儿要是想把咱爸烹了，别忘了给兄弟我留一碗肉汤。这种耍赖的本事，也实非流氓所不可能有。结果讲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，最终败给了不要脸的流氓刘邦。好，刚才读了一篇文章，谁是中国改朝换代史的主演？作者易中天，感谢收看。